高三二班的江之举，你没睡着吧？我要去北京了，借你的钱我会连本带利还你的，所以这首歌先当个抵押品。脚步口袋里装着半块糖，你笑一下我就心里发烫。放学的路上看到黑镜，你回头那一眼刚好我进我眼睛里。再等一秒钟，我把少年心事都藏进晚风中。谁来救救我啊！玉衡，你给我放下麦克风！你要造反是不是？小书呆子，等我回来！后来他真的考上了，大二就一炮而红。他在聚光灯下越来越耀眼，我在普通生活里为了前程奔波，几张课桌的距离变成了我们跨不过的鸿沟。10块钱一张的面膜，敷着都心疼的直咧嘴。裴玉衡，他怎么会给我发微信？我们早都断了联系了。现在的他可是红透半边天的顶流影帝，当年还真让他把牛皮吹成了。江湖救急，有多少转多少。盗号了，大冒险输了，还是破产了？他身价几千万，哪会找我这个月薪5000的借钱？裴玉衡，是你本人吗？是我。真是他该不会摊上事儿了吧？长这么大没怎么花过钱啊，这可是攒了好几年的积蓄，全转了。我的钱啊，心都在滴血。喂，江之佑，你还真转啊，还有零有整的。这声音和8年前趴在课桌上问我要作业抄的时候一模一样。不是你借钱吗？你真遇难处了？全身家都给我，你男朋友不吃醋？我没男朋友啊。行，知道了，谢了啊，小乌龟。小乌龟？这是嘲讽我呢？什么意思？刚借就要还钱了？逗我玩嘛？这么多的零，个10、百、千万、10万、100万、250万，他还了我250万！喂，星瑶，快来我家，姐发达了！怎么回事啊？这么晚把我找来？个10、百、千万、250万！江之友，你是不是偷偷搞副业了？还是你那个根本不存在的男朋友另有来头？星瑶，你先别激动，我说这钱是裴玉衡给的。你信吗？裴玉衡，金像奖影帝裴玉衡，你什么时候背着我和顶流有一腿了？什么有一腿？我都说了是借钱。借钱？他那身价找你借，你看我信吗？就借了5万多。我硬着头皮把经过简单说了一遍。江之优啊，你这哪是借钱，你这是买了只潜力股啊！8年翻50倍，巴菲特看了都得管你叫声师傅。这事儿要是被他粉丝知道，我怕是要被网友热议好久，标题我都挠不好了。故意纠缠当红艺人，索要高额报酬，不行，这钱我得退回去。你傻啊？人家缺这点钱，人家给你的你就拿着，这是你当年雪中送砂的福报。当初说好的还你2500万，这才拿到哪儿？当年那句玩笑话，他竟然还真的记了整整8年。明天晚上有空吗？出来吃个饭，叙叙旧，顺便把剩下的账算算。吃饭？和现在的顶流裴玉涵？我们俩云泥之别，吃了怕消化不良。那个不用了吧，钱既然还了就算了，你那么忙。消息刚发出去，他的语音就追了过来。江之佑，躲什么？慢悠悠怕我吃了你。恍惚间，8年前天台的画面清晰浮现。那个被暖阳包裹的少年，正这样笑着看向我。江之佑，你出息了！苟富贵勿相忘啊，姐妹！你别拿我开涮了，我现在慌得一批。看着镜子里那个穿着睡衣、头发乱糟糟的自己，悲从中来。星瑶，你说我现在整容还来得及吗？答应赴约后，我整个人魂不守舍。虽然是老同学，但他现在是挂在市中心 LED 大屏上的男人啊，这种感觉比第一次面试还要紧张100倍。你说他是不是想羞辱我？拿钱砸我脸？大姐，人家是想见你。我俩当年真没啥，就借了他250买票。你就是典型的当局者迷，当年全校女生递情书，他收过谁的？就你作业本上全是他画的王八，那是欺负我，那叫情趣，懂不懂啊你个木头？要问当年我喜欢裴玉衡吗？答案肯定是喜欢的。
17岁的裴玉亨，热烈又张扬，如同盛夏正午最耀眼的日光，是全校女孩心底遥不可及的憧憬。而我只是埋头苦读的普通女孩，这份藏在心底的喜欢，渺小的如同尘埃里的嫩芽，连破土的勇气都被我亲手收了起来。别动，我给你处理伤口。江之友，你不怕我？所有人说我是个顽劣的坏学生。我见过你在操场给流浪猫搭窝，心地善良的人不会是别人口中的坏学生。小书呆子，观察的还挺仔细。高3那年，他突然说要去艺考，家里强烈反对，直接断了他的生活费。只有能借我点路费吗？我想去北京试试。给，我身上的都在这儿了。谢了，只有。等我混出个人样，回来罩着你。那天阳光很盛，他笑得比太阳还晃眼。后来他真的考上了，大2就一炮而红。他在聚光灯下越来越耀眼。我在普通生活里为了前程奔波，几张课桌的距离变成了我们跨不过的鸿沟。最后一次联系是他发来的短信，我只回了一个好字。此后8年，我们山水不相逢。第2天我特意请了半天假，洗头洗澡连换了3套衣服，选了一套不隆重也不至于太随意，褪去婴儿烦，化了妆好像顺眼了些，可心里还是虚得厉害，7上8下。到包间时，裴玉衡已经到了。简单的衣服，他穿得像高定走秀。四目相对的瞬间，我呼吸都停滞了。他瘦了些，轮廓更锋利，少年青涩褪去，全是成熟男人的压迫感。嗨，裴玉衡，好久不见。哼，是挺久。坐啊，站着当门神。这几年过得怎么样？就那样吧，朝九晚5，混口饭吃。男朋友呢？对你好吗？啊，我反应半天才想起电话里那茬，没有男朋友。分手了？就没谈过。说完我都觉得自己像个滞销品。哦，那看来追求者也不怎么样。你呢？大明星身边不缺美女吧？缺啊，圈子太乱，我有洁癖，不喜欢乱七八糟的关系。而且欠债没还，心里不踏实，没心思谈恋爱。我当场懵了，这理由找的也太牵强了吧。菜上齐了，这也太精致了，我都舍不得下饺子。不合胃口吗？不是，下周进组，得控糖控碳水。当明星也太惨了。可不是，看着光鲜，背地里连顿饱饭都吃不上。只有那块玉子烧看着不错，给我尝一口。这我咬过了。没事儿，我不嫌弃。这，他竟然直接拿我用过的筷子夹东西吃。挺甜。也不知道说的是玉子烧还是别的。那个钱，裴玉航真不用给这么多，我没指望250变出这么多，你给我卡号，我给你退回去。给出去的钱哪有收回来的道理？那就当是我投资你的分红，那也太多了。多吗？那是买断你青春的版权费。我被他这套说辞直接绕晕了。行了，存着吧，就当帮我保管老婆本。你说什么本？老婆本啊，放我这儿容易被挥霍，你那是只进不出的貔貅属性，放你那儿安全。我算是服了，这天没法聊了。对了，帮我个忙，那个我闺蜜特别迷那个男团的 C 位，叫陆景然，听说你们之前合作过，能不能帮忙要个签名？陆景然？对，就是那个唱跳俱佳的小鲜肉。唱跳俱佳，修音修的电缆都快冒烟了。娱乐圈拉牌都这么直接的吗？不给钱。为什么啊？你们不是合作过吗？关系不好。啊，可是你们社交媒体上还互关互动了啊。那是营业。江之佑，你当着我面夸别的男人，合适吗？不是我夸，是我闺蜜。让你闺蜜换偶像，这人不行。那换谁？
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要我的签名吗？想写什么都行。这算哪门子的祝福语？这顿饭吃的我心跳忽上忽下，跟坐过山车似的。以后常联系，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，别老躲着我。我才没有，明明是你太忙。再忙，回个微信的时间还是有的。盯着250万的余额，我还是发懵。等等，这乌龟怎么越看越眼熟？慢吞吞的小乌龟，本子藏这么多小心思。不许乱看，更不许拍照。这是当年他抢我本子随手画的，他的头像居然就是这一页截的图，心口像被轻轻撞了一下，酸酸胀胀的。那之后，他总找各种小事搭话，仿佛我们之间从来没有8年空白。有箱荔枝，朋友从广东寄来的，太多吃不完，你帮我分担点儿。啊，不用了吧？地址发我，同城闪送。呀！不到1小时，2大箱荔枝直接送到了公司。挚友，谁送的？这可是仙进凤，好几百1斤的极品哎！男朋友吧，这么大手笔。普通朋友，真就是普通朋友。消息停了几秒，他发来一条语音，很甜，谢谢你。志气，我家猫这几天有点抑郁，想带它去医院，可它特别怕生，你能不能来帮我看看？它喜欢漂亮姐姐，见你说不定就好了。恋爱脑没救了！恋爱脑就恋爱脑，不争气。上车。跑什么？我是通缉犯。你是顶流啊，大哥！被拍到我就死定了，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我。他身上有股冷冽的木质香，很好闻。小弟弟，就从了我，让我收了你。姐。放心，车是防透的，也没狗再跟着。去我家，帮我看看猫。一路上我脑补了无数亿抑郁猫咪的惨样，甚至搜起了猫咪抑郁症治疗公粮。可真站在他家客厅，我当场沉默了。这就是你说的抑郁？这精力旺得像二哈吧？间歇性抑郁，现在是闹狂期。我信你个鬼！哇，他叫什么？公的叫250。你骂他还是骂我？纪念我们的革命友谊，当年那250，不仅买了车票，还买断了我这辈子的念想。只有，转头才发现他离我近的离谱，近到能数清他根根分明的睫毛，能看见他瞳孔里惊慌失措的自己。8年了，你知道这8年我怎么过的吗？这是要表白了吗？啊！每次累到想放弃，我就看那张截图，我想还有个傻姑娘等我还钱，我不红，拿什么还她2500万？后来红了，我又不敢找你，我怕把你卷进这个大烟缸，怕那些流言蜚语伤到你，更怕你身边已经有了别人。那天电话里听见你说没男朋友，你知道我多高兴吗？那你现在不怕了？不怕了，我现在站得足够高了。江之友，我想在这个圈子里给你撑一把伞。不是狂风暴雨的掠夺，是极尽温柔、小心翼翼的试探，带着淡淡的薄荷味，藏着8年所有没说出口的思念。我脑子里那根叫理智的弦彻底断了，那只猫仿佛在抗议这把突如其来的狗粮。那天晚上，我晕乎乎被他送回了家。明天周末别定闹钟，睡个好觉。还有，不管看到什么都别怕，有我在。我当时没听懂这话的深意。
杨之佑，你看热搜了吗？你出息大发了，你被狗仔拍了。什么热搜啊？画面虽糊，我却一眼认出了自己。是谁啊？有18线蹭热度，飞跃好普通，哥哥眼光这么差，出粉了！烈上升期，就我的眼神温柔的滴水。就算有预防针，恶意还是铺天盖地。这就是他说的那个娱乐圈大染康吗？同事、同学、老家亲戚全来找我。只有开门，是我。你怎么来了？外面全是记者啊！你这时候现身，不就坐实了？手机震得快跳起来了，经纪人现在绝对已经炸了。做事什么？做事你是我女朋友，那不正合我意？可是你的粉丝、你的事业、你经纪人都要被你气疯了吧？江之友，你是不是忘了我昨天说的话？我说过，有我在，不给你看点实际举动，你永远安心不了。他的手指在屏幕上飞快敲击、编辑、发送，动作行云流水，没有半分犹豫，就像是早就准备好了一样。不是网红，不是18线，是借我250块买车票，送我2桶泡面，支持我追梦的债主，也是我暗恋了8年，好不容易才追回来的小祖宗。AB 小乌龟，别躲了，出来收利息。配图竟然是当年的日记本，还有一张昨晚他偷拍的我抱着猫傻笑的侧脸。这条微博发出的瞬间，服务器直接崩了。你疯了！这下全天下都知道我借你250了。不仅知道这个，还要知道以后我的钱都归你管。江之秀，还记得8年前我说什么吗？等我拿了影帝，还你2500万，那250万是定金，这是剩下的2250万，外加我的全部身家。密码是那年我去上京买票的日期。那张卡沉甸甸的，烫得我手心阵阵发麻。裴玉衡，你这是强买强卖啊？强买强卖，货物寄出，概不退汇，而且这货物会赚钱，会做饭，会暖床，带出去还有面子，你稳赚不赔。那我就勉为其难收下吧。不过2500万是不是太多了？不多，买我余生，这点钱我还觉得是你亏了。裴玉衡的官宣成了当年娱乐圈最大的地震，有人祝福，有人脱粉，更多人被8年暗恋的故事戳中了。网友连我们的高中校服照都扒了出来，原来顶流暗恋也这么卑微，这就是现实版小幸运吧？磕死我了！小乌龟备注也太戳了，我也想要这种青梅竹马。最让我社死的还得是星瑶，他直接开了连载贴，热度居高不下，连出版社都找上门，问我要不要出书。当然，这些都是后话了。现在的我正坐在裴玉衡的副驾驶上，我们在一起已经半年了。他只要不拍戏，就像挂件一样黏着我。什么高冷影帝人设，早就崩得连渣都不剩。想什么呢？这么入神？在想2500万怎么花，买房、买车还是投资？先把证领了，这才是最大的投资。今天户口本带了吗？昨天他说去办业务，让我带证件。裴玉衡，你套路我！这叫兵不厌诈。走吧，裴太太。250的债还清了，接下来该算那一辈子的情债了。出来时阳光正好，一如8年前那个燥热的午后。我攥着红本，看着身边眉眼如画的人。裴玉衡，如果你当年没考上影帝，没赚到钱，还会回来找我吗？会，不管我光芒万丈，还是灰头土脸，我都会回来找你。因为钱可以慢慢赚，但江之友只有一个。那如果我那时候已经结婚了呢？那我就只能做个横刀夺爱的坏人了。反正我在你日记本里也是个专门欺负你的大坏蛋，不是吗？是啊，坏蛋。坏蛋爱你。
不远处似乎有闪光亮起，但我已经不在乎了，管他什么热搜，管他什么流言蜚语。此刻我只知道，我那250的投资终于迎来了最盛大的回报，不是2500万，是眼前这个独属于我的最好的裴玉衡。婚后第3个月，我遇上了人生最大职业危机，不是裁员，也不是 PPT 做太烂挨骂。只有个活儿，接不接？什么活儿？违法乱纪我可不干。某卫视的夫妻观察综艺，不去，绝对不去！开什么玩笑？官宣后我出门都恨不得把脸蒙住，网上夺妻之仇的评论还没消停，我上综艺，纯送上去挨骂。真不去，可惜了，报价好像是8位数。那一秒，我仿佛听见金币落袋的脆响。个十百千万千万！他那副坏笑，税后摆明了吃定我会动心。什么社恐网暴、素人真实在8位数面前全成了浮云。老公，作为公众人物家属，我有义务配合你工作，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，我都在所不辞。江之游，你这见钱眼开的德行，真是10年如一日。那是，这可是咱们孩子的奶粉钱。奶粉钱？裴玉衡，现在大白天拉窗帘了。节目组一上来就搞事情，没收钱包手机，每对夫妻只给200块，要靠这点钱解决全天伙食。再看身边这位向来走秀的顶流，我当场止息感拉满。200块都不够我买瓶水。大哥收敛点儿，这是直播。弹幕估计已经刷疯了，指不定怎么骂他何不食肉糜。进了超市，他更像脱缰的野马。这个看着不错，今晚煎牛排。我一看标价，眼前直接一黑。煎什么牛排？今晚吃西红柿炒蛋。江之优，我好歹是影帝，你就让我吃这个？哟，小伙子长得挺俊，怎么不听媳妇儿话？过日子得精打细算。听见没？这叫生活智慧。你那2500万的存款，要是照你这么花，早晚喝西北风。最后在我铁腕镇压下，就买了这点东西。还剩那么多钱，能买个这个吗？我愣了一秒，记忆瞬间拉回8年前。那个不可一世的少年也是吃着同款糖，心口一下子软得一塌糊涂。买2根，你1根我1根。那一笑像冰雪消融，连超市惨白的灯光都失了色。谢了，金主爸爸。晚上备采环节，导演一上来就扔了个狠问题。裴老师，大家都说您和之佑是2个世界的人，您究竟喜欢之佑什么呢？我在旁边坐立难安，手心攥的全是汗。是啊，我也想知道答案。他是天上的月亮，我是地上的6丸指。裴玉衡，能说说你对江之游心动的瞬间吗？他收了平时的戏谑，眼神沉的温柔，那分量重的能把人整个人都逆进去。大概是因为在这个人人都想从我身上捞点什么的世界里，只有他肯掏空全部生活费给我买一张去未来的车票。只有他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觉得我是最好的。我是个俗人，不需要什么完美女神，我只要我的小乌龟。他走得慢没关系，我停下来等他就是了。这人说情话的本事居然也是影帝级的。那之游呢？觉得裴老师最大的优点是什么？长得帅，还有还钱快。江之球，你是想气死我好继承我的财产吗？录完节目到家已经是深夜，累得骨头都快散断了。可一想到8位数通告款，瞬间又支棱了，感觉自己还能再战500年。手机给我。干嘛？查账。这次的通告费上交国库。裴老板大气，祝裴老板身体健康。沐浴露的清香裹着温热的气息，瞬间将我严严实裹住。那你想怎么样？为了赚这笔钱，节目里我连吃了好几顿挂面。江之友，我先点饿了，跪。还没反应过来是什么意思，他带着侵略性的气息已经逼近，直接俯身靠近。江之友，明天就把这只猫送去绝育。不行，250是无辜的。那我是有罪的。你有。那也是对你。窗外月色温柔，屋里气氛暧昧。我想，就算时光倒流10000次，17岁的江之玉还是会掏空那个干瘪的钱包，去换这一场盛大又热烈的余生。